今天是2025年12月6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81天。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1240人。先给大家澄清一个信息，某网站发布的泽连斯基将于本月15号被迫辞职的消息为假消息，全世界唯一发布此消息的只有此网一家。如果该消息属实，将会是世界各大媒体最劲爆的消息。现在已经查明此信息来源为一名前乌克兰亲俄议员炮制的假消息，甚至连俄罗斯媒体都未采用该消息。俄军宣布占领罗皮利亚，但乌军仍然在罗皮利亚地区坚持战斗，俄军并未占领该地区。乌军发布了多段视频，证实了俄军网红挂旗小组被击毙和俘虏，红军城方向局势十分严峻。俄军不计伤亡代价地发起人肉冲锋，试图切断红军城乌军的后勤补给线。乌军顽强反击，挫败了俄军的企图。截至目前，乌军在红军城市区阵地坚守北部铁路线，并不断发起反击，俄军无法突破乌军防御占领市区阵地。在米尔诺赫拉德战线，乌军在没有补给和增援的情况下，和俄军激战局势异常凶险，对乌军极其不利。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已经处于被动态势，乌军的反击已经将俄军击退至左岸阵地，正在攻击俄军的桥头堡地区。攻下此地，乌军局势将获得极大的改观。乌克兰特种部队在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袭击，成功摧毁一架俄军米格29战斗机，守卫该机场的 S 系列防空系统和远程雷达全被炸毁。俄军已经没有能力阻止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打击，乌军无人机群可以随意飞越克里米亚，畅通无阻。按照这样的趋势，距离克什大桥被摧毁也就不远了。乌军还袭击了俄战顿涅茨克的一个俄军训练场，当场炸死炸伤60名俄军。同时，无人机群远程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铁木柳克商业海港，港口设施基本被彻底摧毁。再次袭击了俄罗斯涅文诺梅斯克一家大型化工厂，该工厂是俄罗斯军工复合体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年产氨超过100万吨，硝酸铵产量高达140万吨，是炸药和弹药生产基础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商之一。该设施持续为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多家公司提供物资，并作为作战技术知识体系中的化学枢纽。乌军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已经让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不堪负重，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这些军事战略目标。乌军远程袭击逐步占据上风，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设施、港口码头、输油管道以及国防企业一个一个被摧毁。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乌军已经袭击了俄罗斯50多个重要目标，再加上最近接连对影子舰队的袭击，让多个船运公司宣布放弃跟俄罗斯合作。关于和平协议，特朗普在公开讲话表示，他已经成功调停了8次冲突，希望这次是第9次成功调停冲突。他表示正在寻求新的解决方式实现目标，但普京已经公开拒绝他的和平方案。泽连斯基也并未打算在领土上做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和普京的行为已经引起欧洲和乌克兰的警惕。欧洲媒体突然放出一个重大会议纪要消息，里面记录了欧洲领导人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据报道称，12月1日，欧洲领导人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加密通话，会谈人员包括马克龙、莫茨等重磅级人物。马克龙称美国可能会在领土问题上背叛乌克兰，他们并未明确安全保障。莫茨强调泽连斯基做事要极度谨慎，他们正在试图玩弄你我。芬兰总统认为不能让泽连斯基和维特科夫单独会谈。马克吕特认为我们必须保护泽连斯基的安全。这显然是一份最高机密的会谈记录，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媒体上公之于众呢？面对记者的追问，欧洲各国并没有否认该记录的存在。欧洲的态度很明确，他们已经开始制定自己的方案。没有欧洲和乌克兰点头，任何事情都别想做成。欧盟高级官员卡拉斯发表强硬言论，他认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是虚假的谈判，必须立即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阻止俄罗斯在波罗的海运行的船只，接管乌克兰西部的防空，立即交付金牛座导弹给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重要目标。普京发动的攻击和破坏已经是对欧洲发动的战争。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